绑架秦慧茹的就是这个人，叫顾辉煌。没错，就是他。走。啊！有警察！别跑！站住！保证！保证！咋回事啊？我看见刘洪涛刘警官了。走，赶紧走！走走。让他跑了，回去吧。多谢你救了我。现在事儿还没完，留着你还有用。老皮和李浩哲本以为事情马上就要完结，但发现警察也出现在交易现场。慌张逃离之后，两人特别担心贾明明的死会被人发现。两边电话都关机了，估计你那个电话号码已经不能再被信任了。现在绑匪是谁？齐慧茹的上线又是谁？我们都没弄明白。今天来交易的这个人就是顾辉煌。然后呢？我们怎么办？你去顾辉煌家搜集一枚他的指纹，也送去鉴定科。我也要和红桃六相框的指纹做比对。怎么就让嫌疑人跑了？你说，现在唯一的线索又中断了，你让督察的同志怎么想你啊？我已经让小黄去顾辉煌家采集指纹了，只要指纹和红桃六相框上的匹配，那我们就有证据了。现在就等顾辉煌和郑喜的鉴定结果了。你抓紧时间吧。刘洪涛想不通，本来详细的抓捕计划，怎么就出现纰漏了呢？这么多钱，关老爷，求你保佑我，我是给您磕头了。刀子里边的鸭子，不能让它飞了。这钱是我的。别败了，再败，这些钱还是要给人家的。给他？要我说呀，咱就把这个钱给他分了。然后呢？然后该干嘛干嘛呀？你觉得这件事就这么完了？要不咱拿着这笔钱呐，一块儿干点什么？把我这个工作室呢改成法律咨询服务公司，
咱们一块儿挣大钱。2个杀人犯，开个法律咨询公司啊？贾明明的事儿都过去了，就不提他了。贾明明的事儿，不是你想不想，就你不想。跟我要钱？哎呀，看来刘洪涛出现在交易现场，只是个偶然。对了，浩哲，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你别给我提钱啊！今天呢，我就是想跟钱睡一宿。随便。哎呀，你干嘛呢？我呀，我今儿把钱睡了。这叫什么呢？你把钱压住，睡在金山上，一辈子不收钱花。哎呀，不说的，太好了，舒服。哎。贾明明和张一林死有关吗？他说的这个人，就是刘洪涛让我指证的这个女人。她是电台的著名主播齐慧茹。跟咱要钱的，就是这个女人。完了，我闯大了。鉴定报告出来了，红桃六相框上发现的指纹不是郑喜。咱们的人在顾辉煌家发现了一份顾辉煌的体检报告和购房合同，根据体检报告上的血型和墙上的血迹进行对比，是吻合的。但是，红桃六相框上的指纹和顾辉煌的指纹对不上，明显是另外一个人，或许就是郑喜交代的那个人。到现在还是没有找到和指纹匹配的人。郑喜的那辆黑色帕萨特有消息吗？暂时没有。齐慧茹有下落没有？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跟我走。干嘛去？齐慧茹既然可以被绑架，那她的孩子也一定很危险，对方也许会对她的孩子下手。咱们赶紧去幼儿园看看。哎，等一下，等一下！哦，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幼儿园是不是有一个叫齐贝贝的女孩？对呀，是的呀，但齐贝贝刚刚被接走。啊？接走了？什么时候接走的？被谁接走的？哎，就是刚刚上出租车那个孩子，就是贝贝。谢谢啊。师傅，别干是别克。虽然车不怎么样，但你要相信我的车技，马上我就能把他拦下来。下车！贝贝，别怕。
错。你说齐慧茹是你的前妻？是啊，我们离婚已经很多年了。齐慧茹失踪了，你知道吗？失踪了，这到底怎么回事？我实话跟你说吧，她和一桩官员嫖娼案有关，而齐慧茹很可能就是卖淫的人。齐慧茹卖淫？简直不可思议！我们在监视齐慧茹的时候，在监控里面发现她被人绑架了，而绑架她的那个人用齐慧茹的手机，在和她认识的一个什么人做着一个什么交易。所以，如果你知道些什么的话，你最好能够告诉我们，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找到齐慧茹。我们已经离婚了，她的事儿我知道的很少。这个家你经常来吗？都离了，我还跑来干什么呀？那你有她的房门钥匙？没有，孩子那儿有一把。是谁让你去接孩子的？齐慧茹啊，她上午给我打电话说今天周末她有事接不了孩子，让我来接。上午？你确定是上午吗？齐慧茹被绑架了，怎么可能给你打电话让你接孩子呢？哎呀，我骗你们干嘛？你们看，这儿有我们俩的通话记录。好吧，如果你有关于齐慧茹的任何消息，请第一时间通知我们，我们就不打扰了。回局里吗？哪儿也不去，就在这等着。等着？什么意思啊？我刚才在齐慧茹家，看见他们家浴室的水龙头正在滴水，玻璃上全是水蒸气，这说明什么？有人洗过澡。他的孩子整天寄宿在学校，郭永刚又不经常来这里，而且他还没这里的钥匙，怎么会有人刚刚在这里洗过澡呢？齐慧茹回过家？只有这一个可能。你还记得我跟你分析过齐慧茹被绑架时候的那段视频吗？那个车停在齐慧茹身边，刚刚落下车窗的时候，齐慧茹做了一个向前凑近一步的动作。所以我怀疑，车里的这个人，齐慧茹一定是认识的，而这个人很可能就是郭永刚，绑架事件也是他自导自演的。师傅，我知道了，你的意思是，郭永刚知道齐慧茹在哪儿？聪明了。哎，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要24小时盯着他。不用24小时了，看，他来了。100万已经打过去了，可是蒋明明还是不给回复。怎么还没动静？你继续联系，一定要办妥。明白。公安局找过你了。是吗？等这件事情结束了，我就带着你和孩子走，我们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以前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你真的愿意和我重新开始吗？我
慧茹，我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我们的婚姻。你再坚持一段时间，我们马上就可以走了。记住，我都是为你和孩子好，所以你一定要老老实实按我说的去做啊！我听你的。好，快吃饭吧。你们跟踪我？你们俩跟我们走吧。说吧，那天晚上在张艺林房间里的，是不是你？是我。那是谁给你介绍的生意？是怎么介绍的？有一个叫贾小姐的人给我介绍的生意。我们是在网络上认识的。她听说我想做，便介绍生意给我。这个贾小姐是什么人？你跟她见过面吗？我没见过她。那你对这个贾小姐了解多少？比如说，她是怎么管理自己的卖淫组织的？我对她的事一无所知。我只是需要钱而已，所以平时我们都只是用手机短信联系。她把客人的房间号和时间发给我，我去就行了。来，坐，就坐下聊聊天嘛，别紧张啊。你看我多放松啊啊！先把那外套脱了啊。把门给我打开！我知道你在里边，你个臭不要脸的！我老婆来了。你要是不开门，我就报警，让警察专门这个狗蛋女人！打开呀！打开！我打开门，撞开他之后，就趁机跑了。张艺林是怎么死的？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那你后来为什么要把警察甩掉？我是怕警察把张艺林的死算在我头上。昨晚那个人又发短信了，他说咱们要搞不定那个女的，他去搞定咱们。你忘了，这是贾明明的手机，他说的是贾明明，跟咱没啥关系。他说的搞定，是不是要杀人啊？贾明明都被咱们搞定了，他还搞定谁呀？他给贾明明这100万，是不是封口费啊？应该是。那我们怎么办？你给他发个短信，就说和张艺林睡觉的小妞马上搞定，请他放心。贾明明说那个女人很快就能搞定，让他尽快的把事情办好。我这100万可不想打水漂，只有堵住那个女人的嘴，我们的生意才可以尽快的进行下去。我明白了。那绑架你的人是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绑匪是这个人吗？我没注意，他用头套套住了我的头，我什么都看不到。但我能感觉到他拿走了我的手机。绑匪是怎么知道你的手机里面有贾小姐的联系方式？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还以为他是贾小姐派来杀我的。那你告诉我，你后来是怎么回的家？后来，我感觉他把我弄到了一辆车上，车开了很久，然后他把我从车上弄出来，放到路边，解开我身上的绳子就走了。我拿下头套的时候，看到一辆黑色的帕萨特刚刚离开，我害怕他再回来找我，就给我的前夫打电话，让他到学校接一下孩子。我就回家冲了个澡，可是觉得家里也不安全，就在外边找了个地方躲了起来。也就是说，贾小姐是什么人，绑匪是什么人，你什么都不知道。我能告诉你们的只有贾小姐的电话号码。你是一个电台主播，为什么要去做这种事？可以不回答吗？监控查到了，齐慧茹确实是在今天傍晚的时候被那辆黑色帕萨特放到路边的。这件事你怎么看？绑匪发现咱们盯上这件事儿了，钱也拿不到了，于是就把齐慧茹放了呗，钱也不要了。绑匪不要，我们就冒充绑匪继续要。怎么冒充啊？手机短信的把戏不可能用第二次了。我在想啊，交易为什么会失败，就是因为贾小姐没有按时出现在交易的现场。她为什么没出现呢？因为长椅上的人不是齐慧茹，而是一个她不认识的人，所以贾小姐就临时改变了主意。如果是齐慧茹亲自出马到现场交易，那说不定贾小姐现在已经坐在咱们审讯室里了。你的意思是让齐慧茹配合？说说吧，现在什么情况？这次抓贾明明的行动，估计是因为齐慧茹不在现场，让贾明明起了疑心，所以才失败的。我现在有个大胆的想法，继续让齐慧茹引出贾明明，然后我们顺藤摸瓜，进而找到洪桃六。行了，我知道了。这事你去办吧。我可以拒绝吗？为什么？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你们要怎么处理，我都认。但我不想再跟那个贾小姐有任何关系了。刘警官、黄警官，我前期他就那点事儿，要罚多少钱你们直接说。齐慧茹的事情现在不是交不交罚款这么简单，要想放她走，就必须搞清楚她的上线贾小姐的情况。我们现在希望她配合我们抓住组织她卖淫的那个贾小姐，可是她不同意。我希望你去做她的工作。做这件事会不会有危险？我们会全力保护她的安全。那如果抓不到贾小姐，慧茹是不是不会被释放了？那倒也不是，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你说服她配合我们，不管结果如何，我都会向局里说明她的具体情况，让局里早点放她回家。行。孩子还好吗？好着呢，我带他去了游乐园，他都玩疯了。那就好。贝贝很久没有跟爸爸一块玩了。我知道，这些年我愧对了你，
我很后悔。慧茹，等你完成任务了，咱们马上就走。好，我同意配合警方完成任务，但我有个条件。你说，他们听着呢。我要你陪我一起去完成这个任务，有你在，我心里踏实。行，我和他们说。刘警官，你们都听见了吧？我同意他的条件，师傅，但是一切部署都得听我安排。就这样。那我们怎么办？看来是躲不掉了。把这个戴在耳朵里，方便随时联系。如果对方给你发短信，把每一条短信都转发给我，这样我第一时间会知道，好指挥你们该怎么做。给他们发一短信，就说我们已经到了。告诉他你的位置。上次是我，这次该你了。走。哎呀，这大半天的，怎么没看着人呢？哎呀，这大半天的，怎么没看着人呢？就那个女人。啊，就是这个人啊。先等等，给他发个短信，告诉他到前面白坊小广场那里。照他说的做。哎，师傅，他们要跑了。对方正在考察齐慧茹呢，咱们先别动。再给他发一短信，告诉他离开那儿，去新湖公园。现在上郭永刚的车，去新湖公园。他们要干嘛？走，咱们去新湖公园。刘洪涛抓洪涛6心切，没有及时和韩队长联系，
后来发生了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刘警官，你在哪儿啊？我现在应该怎么做？我们就在你身后不远的地方，给他发短信，说你已经到了，问他在哪里。按他说的做，去桥边，我们在后面跟着你。走，下车。那就按他说的，去公园北门。哎，公园北门太空旷了，跟紧了会被发现的。有人发现咱们了，我估计是齐慧茹的帮手。咱们现在怎么办？也不知道怎么发现咱们的。那咱就照他说的做吧，赶紧解决这事儿。走。把钱留下之后，两人终于松了一口气。但他们不知道，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阴谋在等着他们。而这边，毫不知情的刘洪涛还在按原计划跟着齐慧茹。齐慧茹，齐慧茹，你听见了吗？师傅，现在，刘洪涛才明白，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这么简单。黑色帕萨特经过大华路口是10分钟之前了，有可能经过的路口有5处，按照顺序分别是西广路10字、安家堡10字、南罗村10字，还有柯家窑10字。先查这几个路口。哎，有了，嫌疑车辆是从柯家窑10字往西上了308国道。明白了，他跑不了。小黄，你速去308国道拦截黑色帕萨特，我去另一个路口，以防万一。我担心他会用和上次一样的计谋，中途换车来误导我们。明白。师傅，我在国道发现了那辆帕萨特，人已经跑了。果然没错，他跑不远的，快去追！蹬啊，使劲蹬啊！过来。停车！
刘洪涛，你可以啊！既然能猜出来，我会从这儿发挥成。同样的把戏，用第二次就不好使了。对于我来说是这样，对于你来说也是同样的，不对吗？把枪扔地上，要不然我就杀了他！郭永刚，你以为你还跑得了吗？我告诉你，我们已经把你的指纹和郑喜房间里那个相框上留下的指纹进行了比对，是完全吻合的。你就是洪桃六。对，我就是洪桃六。我真没想到，绑架齐慧茹的竟然会是她的前夫。你就是利用我想抓住贾小姐的机会，让齐慧茹提出要求，让你参加我们抓捕贾小姐的行动。幸好我早就怀疑了，我让信息中心监控了你还有齐慧茹的手机，你们2部手机发出的每一条短信，信息中心看得一清二楚。从新湖公园开始，齐慧茹把贾小姐发给她的短信都转发给了你，而她发给我的信息每一条都是错误的，为的就是吸引我的注意力。而你呢，根据贾小姐的信息和她进行了交易，你开着黑色的帕萨特接走了齐慧茹，让顾辉煌开着这辆比亚迪在国道上等你们，然后你们交换了汽车，让顾辉煌继续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对不对？可惜啊，顾辉煌现在已经被我们抓住了，根本就没想让他跑掉。你太自信了，郭永刚，你自信的过了头。落在你手里，我根本就没想活。郭永刚，不要轻举妄动，你想想你的孩子，齐慧茹，你没想到吧？你这样帮着郭永刚，他最后还是把刀子架在你的脖子上。你的孩子长大之后会恨你一辈子的，你想清楚了，把刀子放下，投降吧！别他妈废话！我告诉你，我谁也不爱，我早就活腻了。活着对我来说只有痛苦。我栽在你手里，我就没想着能活。我已经制造了那么多条人命，魏杰是我杀的，郑国强是我杀的，焦峰也是我杀的，张一林还是我杀的。我横竖就是个死，要不你现在就开枪把我打死，要不我就杀了齐慧茹，让她先去阴曹地府给我探个路。郭永刚，你想清楚了？刘洪涛，知道我为什么用洪涛六的扑克牌来挑衅你吗？因为你就不是个男人，我根本就看不起你。你要是个男人，你现在就开枪把我打死，要不你永远都是我的手下败将。你怎么不等支援你就开枪？你知不知道郭永刚的重要性？他很可能就是洪桃六。以当时的情形，我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不过郭永刚肯定不会死，我打中的是他右肩肌肉的部分，那里没有什么脏器和动脉。我要求马上审讯齐慧茹和顾辉煌。审讯的事儿你就不要掺和了，我跟小黄去就行了。你抓紧时间再写一份详细的报告，越详细越好。你就等着这个审查小组的询问吧。齐慧茹的事儿完了，但是给贾明明发信息的那个人，那边怎么办？就说一切都办妥了，然后咱们就别太搭理他了。你说这个人，贾明明钱是收了，但还是不肯露面。看来他
不想把老板的东西交出来。既然这样，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找到他，一定把东西拿到。明白了。秦慧茹，说说郭永刚的事儿吧。他的事儿要从我们结婚的第1年开始说起。那时候他搞建材生意赚了些钱，然后他就拿着钱跑去澳门赌博，一开始赢了些钱，然后他就越玩越大，越陷越深，后来越输越多，就着了魔似的往澳门跑，生意也不做，家也不顾，有一回整整半年才回来一次，回来就把家里的生意给转让了，把家里值钱的东西也卖了，拿着钱又跑去了澳门，之后又过了半年才回来，一回来就跟我提出了离婚，一晃就是5年，我以为他都死了。这些年，我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得很艰难，我也是没办法才干起杰克的生意。可我没想到厄运才刚刚开始，他没死，竟然回来了。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听说，土地局副局长张义林在跟我进行那种交易的时候坠楼死了。他也不问我为什么干这个，就让我管我的上线要钱。等等，你是说他一回来就知道你跟张义林的事情？是。不是你主动告诉他的？不是。这点很重要，记下来。你继续说。一开始我不同意，他就拿孩子威胁我，我还是不同意，他就走了。可我没想到他会绑架我，他拿走了我的手机，直接跟贾小姐联系。可是因为你们警方干涉，他并没有成功。你的手机能联系上你的上线贾小姐，是你告诉她的吗？不是，他好像自己就知道。这点也很重要，记下来。他放你走的时候，你已经知道他要去做什么了，是吧？他说：“你们一定会利用我去抓贾小姐。”然后他就利用这次机会，拿到这笔钱，带着我跟孩子远走高飞，重新开始生活。我很傻很天真的相信了他的话，就答应帮他完成这次任务。可我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说说那天晚上他到你房间的事情。那晚1分钱都。前些年，我让你赌，我在澳门赌钱输了一屁股的债。我原本想拿这20万去赌，要是赢了，就把20万还给公司。可是没几个小时，那20万就被我输光了。那天他在酒店找到我的时候，手里拿着赌场的欠条。他说他是帮赌场人要债的，要是还不上，他就要了我的命。
知道我现在为什么来找你了吧？后来我才知道，敲门的是酒店老板郑喜。郭永刚怎么会有你欠赌场的欠条？郭永刚告诉我，他说他之前在澳门和澳门一个赌王大战了3天3夜，最后一把，他把自己的命押上了赌桌，结果他用一张红桃六赢了赌王，于是赌王就把赌场的一些赌债转给了他，让他去要债。他说，他用一张红桃六赢了赌王。对。从那以后，他就把那张红桃六裱在相框里，随身携带，逢赌必供。从此以后，他就有了红桃六的这个称号。这么说，酒店老板郑喜房间里那个镶嵌着红桃六的相框是郭永刚留下的。是。他为什么要把那个相框留在宾馆？我也不知道。你又为什么去绑架了齐慧茹？郭永刚告诉我，他说他知道我没钱还这笔赌债，他说他可以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帮他绑架一个人，要是成功了，他就可以帮我免去1半的债务。第2天我就按照他说的，开着伊兰特回城绑架了齐慧茹，然后把车开到了802乡道。他就开着郑喜的那辆黑色帕萨特过来，我把人交给他，然后我就开着雪佛兰来到了他给我藏好摩托车的地方。后来我就弃了车，开着摩托车跑了。这次给郭永刚提供比亚迪的还是你吧？是我，是他让我租一辆比亚迪，把车开到308国道，他就开着那辆黑色帕萨特过来。我跟他换了车，他就又原路返回。之后我就按照他说的，开着那辆黑色帕萨特，沿着308国道往出城的方向开去，以便吸引你们的注意力。后来我就把车开到了他事先给我藏好交通工具的地方。给我辆自行车。后面的事情，你们就都知道了。顾辉煌交代的情况和郑喜交代的情况基本吻合，可以肯定他们说的都是实话。整个计划都是郭永刚策划的。有一个问题，是谁把齐慧茹跟张艺林的事情告诉郭永刚的？郭永刚为什么偏偏在张艺林出事的时候来找齐慧茹？郭永刚到底是不是那个给张艺林发短信让他到窗户外面躲避的人？你这是3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问题，真正的红桃六是谁？如果郭永刚醒不过来，恐怕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了。谁说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还有我呢。师傅，你是红桃六？谁说非得是红桃六自己才能回答这个问题啊？不管红桃六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团伙，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有他的目的的。郭永刚不惜冒险，为的就是要到那100万现金。如果说张艺林是他设计害死的，然后再借着张艺林死亡的事件向齐慧茹的上线要钱，这个逻辑不怎么立得住啊！你们想想，要钱的办法有很多种，直接录下张艺林和齐慧茹的性爱视频，就已经可以达到要钱的目的了。这不至于非得杀人才行啊，对不对？所以我认为是有人故意引郭永刚入局。那你说真正的红桃六的目的是什么？红桃六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我以为郭永刚就是真正的红桃六，最后逼我开枪打死他，造成无法挽回的失误。他的目的是想报复我。我在开枪打郭永刚的一瞬间，就全想明白了。为什么郭永刚会在酒店的房间里留下那个镶在相框里的红桃六扑克牌？按照顾辉煌的说法，那可是他的护身符啊。他一定不会大意到把这么重要的东西留在酒店的房间里。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是故意留下来的，目的是引我入局。还有，绑架齐慧茹的那辆红色伊兰特，
故意不遮挡号牌，也是为了让我们找到顾辉煌，能够查到顾辉煌曾经入住过的新庄的酒店。停车场那么多车他不偷，他偏偏要偷酒店老板郑喜的那辆黑色帕萨特。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认为，酒店老板郑喜就是洪涛流。如果说他绑架齐慧茹是为了向齐慧茹的上线要那100万现金，可是他却在偷郑喜的那辆黑色帕萨特的时候留下了30万现金，这说明他手上并不是没有钱。还有，按照郭永刚的聪明程度，他一定不会不知道我们会在齐慧茹的房间里发现齐慧茹曾经回来的痕迹。我和小黄本来打算开始24小时监控郭永刚，没想到我们前脚走，他后脚就去找齐慧茹。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是故意让我们找到齐慧茹。如果说他是为了钱，那他完全可以在不惊动咱们警方的情况下，直接和齐慧茹和贾小姐完成交易，但是他却没有，他却故意留下线索，让我们抓到他们。我认为他的真实目的不是为了100万。还有齐慧茹提出让郭永刚送他去交易现场，也是他们事先商量好的。他想让我认为，他就是挑衅我的洪涛流。他最终的目的，就是逼我开枪杀死他。你是说他用自己的生命来报复你？准确的说，是有人在利用他的生命报复我。在郭永刚醒来之前，你的这些推测也只是推测。他背后如果有人，会是谁呢？谁会跟你有这么大的仇恨？这个我现在还没有想到，但是我有预感，这一定和贾小姐的那个卖淫组织有关。所以，找到贾小姐，弄清楚卖淫组织的前因后果，洪涛流之谜一定会浮出水面的。我们现在有一个现成的机会，贾小姐和齐慧茹交易成功了，现在应该是她最放松的时候。她一定不会这么快就知道齐慧茹被我们抓了。我们现在可以利用齐慧茹的这部手机，再次假扮齐慧茹，去联系贾小姐，兴许就会有机会抓住贾小姐。韩队，我觉得我师傅说的有道理。你打算怎么做？这个手机从头到尾就跟齐慧茹联系过。现在齐慧茹的问题解决了，我觉得可以把这个手机处理掉。不着急，蒋明明虽然已经死了，但是呢，他有太多的秘密，我们还不能随便处理他的东西。东西在，起码我们第一时间能了解一些情况。这东西不在了，我们可真就是两眼一抹黑了。这钱都给齐慧茹打过去了，他怎么还来电话呢？是挂还是接呢？既然交易还是这么顺利，我看没必要那么紧张吧。你的意思是接？接。哎，有了这100万，你们打算怎么花呀？哎呀，那还用说吗？买房、买车、换老婆。你怎么就这么点出息啊？啊，这100万在大城市能买套房吗？要我说，拿着这些钱就应该去投资，要学会用钱生钱，要会理财，知道吗？李浩哲，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很危险？这个声音是……我功劳最大，我分48%。我跟你们说啊，挂了，师傅。怎么样？定位到了吗？定位上了，限号在光明小区。这样，你和韩队留下来继续监控，我出去看看。好。你跑啥？你等会儿，别跑，快点！别着急，你要干什么？哎，你听我说啊，那个叫刘洪涛公安的声音，我听得出来。现在齐慧茹也被抓了，他一定会把蒋明明的事儿告诉公安。这个手机必须扔，
说不定公安已经定位这个手机了。等会儿，别着急，别着急。怎么着？你先别着，让我想想。我想想。我想想。师傅，有情况。贾小姐那部手机正在通话中，在市中心大洋路附近移动。好的，明白了。你随时向我汇报目标的位置。好。师傅，那部手机位置停在龙山车站，已经和你很接近了。你好，我是警察，我可以看一下你的包吗？咦，这不是我的手机啊！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not reachable. 贾小姐的那部手机我已经找到了，她把手机放在别人身上，人早没影了。那怎么办？你们先到局里附近那家餐厅等我，我有新发现。好。现在情况是这样的，那个手机上没有贾小姐的指纹，而且手机卡也是新买的无证卡，没有打进来的电话，也没有打出去的电话，只有几十条短信，而且这几条短信呢，也仅限于是和齐慧茹之间的联系。如果齐慧茹说的是真的，这个贾小姐是老鸨的话，那么我在想，这个贾小姐有可能跟不同的女性是使用不同的电话卡的。咱们得到的可能只是贾小姐跟齐慧茹之间联系的这个手机卡，但是有一点啊，如果这个手机真的是贾小姐的，那么她很有可能把这个手机卡的电话号码也告诉了别的人，对吧？别的人有可能就打了这个手机号码跟她联系，如果一旦这个手机接到电话，那就是重大线索。那我们不得24小时开机啊？所以你得通知政务室，给这个手机24小时充电，一直开着机。知道了。我在想，他们是怎么发现我们对手机定位的？会不会是我们3个人中某个人的声音，他听出来了？嗯。你这个想法很有意思啊，很有可能就是这样。郭永刚脱离危险期了。你们打算怎么处理齐慧茹啊？你觉着呢？我觉得，要不还是把人放了吧。他不就是卖淫那点事儿吗？你这是在替他求情吗？我这不是替他求情，我这是出于对破案策略的考虑。把他给放了，不意味着我们放弃对他的监视。齐慧茹可是现在我们知道的唯一一个和卖淫组织有关的人，咱们放他出去，对破案是有利的。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看你，其实啊，局里也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在案子破获之前啊，这个齐慧茹呢，
依然可能是一个变数。表面上我们对他进行特殊的照顾，实际上是要从他身上挖掘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如果局里对他采取这种非常规的方式，恐怕还需要你的配合。你可要做好思想准备啊！我没问题啊，只要对破案有利，我肯定配合呀。好，一会儿咱们和小黄一起吃个早饭。要吃你们吃吧，现在郑广福和宝马730还没下落呢，我哪吃得下去饭啊？现在郭永刚昏迷不醒，唯一的线索就是送齐慧茹到宾馆的郑广福了。下午我再去郑广福家一趟。齐慧茹，你应该感谢我师傅，他在局里可替你说了不少好话。刘警官，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这样一个电台主播为什么会做这种事情吗？你现在应该知道了。郭永刚欠了一大笔赌债，等着我去还。我一个普通白领，要是不做点坚持，根本没法还得了。我知道，我现在在你们眼里已经是坏人了。我不祈求你们能同情我，我只求你们能把我的事情向外界保密。我不是怕人说我什么，我就是不想让外人在孩子面前说他有一个靠和男人睡觉挣钱的母亲。你放心吧，局里决定放你出来，就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不过，你电台的工作可能要暂时放一放。我知道，谢谢你，刘警官。今天是周五，赶紧去接孩子吧。可惜了，可惜什么？以后再也听不到小慧主播的节目了。切，有什么好听的？听我跟你说，小姨主播，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晚上的节目，我是小姨主播。先送你去局里，然后我去郑广福那儿。你真能帮到广福吧？嗨，这广福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肯定我要帮他的。也许啊，我能知道他藏在哪里。哦，那你说说看。这不前一个时期啊，孩子他妈和广福离婚以后呢，他就一个人过。前段时间呢，在城里认识一个女大学生，他们两个人就好上了，并且呢，广福也非常的喜欢她。这不，那宝马730就是给这女孩买的，这不就正商量着结婚呢吗？这突然间，这广福到底出了啥事儿啊？说没影没影了，到现在找不着。我估摸着，保不齐他就藏在这女孩的。这女孩叫什么名字啊？住在哪儿啊？叫薛娜。你有她的电话号码吗？有。哎呀，打了多少遍了，根本就打不通。您啊，把她的电话写给我，我有办法找到她。哦，那行。师傅，你提供的电话号码，我们查到了他的学校地址，咱们一起去。好，我去接你。好，你们说的这个薛娜啊，确实是我们新闻广播学院今年的毕业生，她可是出了名的好学生，在校期间一直担任我们校园广播的主持人，全校师生没有人不认识她。
就是社会关系比较复杂一点。还没毕业那会儿，经常有好多车子在我们学院门口接他。好，哎，那这些车里面有没有一辆宝马730？宝马有，奔驰、劳斯莱斯好多车呢。不过这个也说不上啊，人家女孩子不光人长得漂亮，学习成绩又好。你说好女孩找个有钱人的话，这也说得过去。哦，对了，主任，哎，您知不知道他现在住哪儿？哦，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毕竟毕业了嘛。师傅，现在连薛娜也找不到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呀？总会有办法的。我现在想起了一个人，也许啊，他能给我们一个答案。你先回局里吧，我自己过去找他，顺便去火车站接小可。谁呀？浩哲奶奶，奶奶好。哎呀，怎么又是你呀？上次的事儿让您受惊了，我就说抽个空过来看看您的。可是前阶段啊，工作太忙了，我给耽搁了。没事儿，那件事儿就算过去了。那你有事儿吗？我今天来找浩哲有点事儿。谁呀？哎，您，浩哲奶奶，奶奶好。哎呀，怎么又是你呀？上次的事儿让您受惊了，我就说抽个空过来看看您的。可是前阶段啊，工作太忙了，我给耽搁了。没事儿，那件事儿就算过去了。那你有事儿吗？我今天来找浩哲有点事儿。你找我什么事儿啊？来，进来说。哎，奶奶，您先坐着啊。啊。找我什么事儿？还是张艺林案子的事情。我告诉你，现在情况非常严重。齐慧茹和张艺林的事情，除了我，还有我们领导和我的搭档，只有你知道。你有没有把齐慧茹的事情告诉给别人？我没有告诉给别人啊。真的没有？我不是法盲，我学法的，我懂法。那就好。我告诉你，你可是知情人。我们在给你录口供的时候，你可是跟我们公安局签过保密协议的。在案件侦破之前，你必须无条件的服从我们公安局的规定。你不能把任何你所知道的跟这个案子有关系的事情告诉任何人，包括最亲密的人。我明白，明白。见过这个人吗？不认识。真的不认识？我真的不认识。小点声。哎，张艺林的案子，我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上次过来把我奶奶吓得不轻，我真的不希望我奶奶再提心吊胆了。见过这个东西吗？这不是扑克牌吗？不过这种黑色的倒不太常见。哎，你们还有完没完啦？哦，奶奶，我们这就出来了。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要去火车站接人了。哎，正好我也要去火车站接人，你可以搭我的顺风车了。走吧。你知道红桃六的事情？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给你那张牌的时候，你的表情明显不对。你看到莫名其妙的事情，你也会是这种眼神的。我还是跟你说具体点吧。我们抓住了齐慧茹的前夫郭永刚，原因是郭永刚用齐慧茹的手机向齐慧茹的上线贾小姐发信息，向她要钱。可是根据齐慧茹的供词呢，她根本就没有把自己参加卖淫活动，以及在性交易过程中土地局副局长张艺林坠楼的事情告诉她的前夫郭永刚。那这个郭永刚怎么会知道可以联系齐慧茹的上线贾小姐要钱啊？他又怎么会知道用齐慧茹的那部手机就可以联系到他的上线贾小姐，而且贾小姐就一定会给钱？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他收到了信息，而提供信息的很可能就是真正的红桃六，而信息来源呢，就很可能是你，李浩哲。你这些还是推测而已。破案不都是从推测开始的吗？证据我们会慢慢去找的。好啊，那祝你早日查明真相。谢谢，肯定比你想象的要早。啊，火车站到了。喂，你到站了吗？啊，我啊在老地方等你。老地方就是那个白色灯塔下面。对，就那儿。行，好，我等你啊。怎么？你要接的人也是约在这儿见面？对啊。啊，也就这儿显眼啊，真是巧。哎，我在这儿。小可，冷不冷？你等会儿啊！你要接的人就是他呀？对啊。那你跟我说说，他是你什么人啊？女朋友啊。哦，原来可可的男朋友就是你啊！你也认识小可呀？你怎么来了？我不是说了吗？你的事我迟早要跟你算账的。咱们回家吧。哎，我不跟你回去，我有地方住。你有什么地方住啊？你有跟男朋友同居的地方啊？你喊什么喊？好，我不在这儿跟你说，咱们回家说，好吧？哎，我不跟你回去。等会儿。我问你，你跟小可什么关系？我是他哥哥。走吧，跟我回家。不，先别打。李浩哲，你给我站住，别跟着我们。那边就是地铁站，你自己坐地铁回家。浩哲，这样，小可，先听你哥的啊。这样，哎，我在那边等你，你完事给我打电话，行吗？行了，跟我走吧。哎呀，你放开我！你烦死了！你今天必须跟我回家，把跟他谈恋爱的事跟我说清楚。凭什么呀？你说我什么人呀？我是你哥呀，你的事我当然要管。你又不是我亲哥，你管我那么多干嘛？我是不是你亲哥？但是你亲哥临终前把你托付给我了，我不能辜负他对我的期望。我亲哥也不会不让我谈恋爱。你等会儿，我告诉你，你今天哪儿也不许去，必须跟我回家。哥，我都多大的人了，你能不能让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啊？你怎么还老管着我，还什么都不让我做呢？哥，你到底是想照顾我，还是想控制我呀？我控制你了吗？我那叫控制吗？我是为你好。那你不让我谈恋爱是什么意思呀？我谈恋爱的事情我自己能做主。我告诉你，你别逼着我喊你刘洪涛。我看你俩站一起，我以为你们早就认识了呢。我们俩确实不认识，我之前不知道他是你哥，他也不知道我是你男朋友，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你说什么？啊，没什么。租屋是不能再回去了，我哥知道那个地方肯定会来找我的。要不咱们找个宾馆开间房？你干嘛这个表情啊？哎呀，反正我是要嫁给你的嘛，你怕什么呀？走了。对不起，满员了。先这样吧。那算了，咱们再找找吧，谢谢。哎，还有一间，5分钟到时间，我问他还续不？如果不续的话，你们就可以住下。那也行，那咱再等等。麻烦你了。不客气。
要不然咱们换个酒店吧。再等等吧。行，再等等。不好了，806那个客人按门铃半天都不开门，我只好用房卡打开进去看，见他躺在床上，我就叫他，可怎么叫他都不回应，我就只好上去摇他，怎么摇也摇不醒。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806是退房时间要到的那个吗？是啊。你用的什么香水啊？我从来不用香水啊。那你身上怎么有种奇怪的味道？哦，可能是806那位客人身上的香水味道吧。照你这么说，那这客人也太奇怪了吧？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吗？哦，不好意思啊，我女朋友呢是嗅辨员，能闻到人身上特有的味道。每个人身上都有特有的味道，一般人只能闻到表面，但是我能闻到藏在表面之下那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气息。这种气息就好比人的磁场一样，反映出人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甚至是他的性格和潜意识。你现在身上这个味道就特别怪异，总感觉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寒气，像是病了，又像是没病一样。总之，这个人肯定有问题。浩哲，要不我们上楼去看看吧？你赶紧上去看看，我打电话给经理。啊，好的。麻烦你了。床很软，睡得我很舒服，5颗星。服务不行，服务员未经允许擅闯房间，打扰客人休息，1颗星。你没事吧？我还以为你有事了呢。我好着呢。那就好，你房间时间快到了，要续吗？当然要续啊。那请到前台交一下费用。我明天交行吗？我身上没现钱了。这个不可以的，你已经把押金都用完了。服务员，他没钱我有，这间房我们要了。不好意思，如果你真的没钱续费的话，我们只能把房间让给这2位客人了。您看什么时候退房？男的忧心忡忡，女的风尘仆仆，一看就是一对小情侣吧。久别胜新婚，心情我可以理解。这么晚了才出来找宾馆，一定是有家不能回吧。可是这么晚了，我要是把房间让给了你们，那我住哪儿啊？